没时间了。无论如何，今天要把你这张嘴撬开来啊！我们准备的这个东浪荡碱药剂，可以瓦解一个人的意志。可是你这个过敏性体质啊，容易产生这个心脏衰竭，所以我们特别就为你准备了有特效的强心剂。有了它，我就可以把大量的东浪荡碱直接打进你血管里头去。万一你要是产生了心脏衰竭的现象，我们这个资深的药剂师就可以把这一管强心剂直接插到你心脏里头去，就是直接在你心脏里头打一针，效果起得快。当然会很痛，所谓的锥心之痛，一会儿你就可以体会到。不要，别这样！又不是我想这样，是你把我逼的嘛！求你了，我求你了！注射？假的！什么？大家都试图让你们相信，我军正秘密筹划一场战事，填补防线上的有形缺口，但这是假的，是个骗局，连同我，还有偷运军货，别再折磨我了，不要了。等我离开之后，把所有的东浪荡碱药剂都打进去，啊，强心针就别打了，让他死得痛快一点。不要，不要！这个女的说是假的，就表示重庆方面真的要开战。我现在全明白了，原来他们是这样子的，原来都是一伙的，故意摆个迷魂阵，让我们进去抓不到要点，他们还可以顺便把战事部署的时间推长，太聪明了。但野间的部队暂时调不回来，这仗一旦开打的话，日本人就死得难看呐。可是你说过，这重庆方面害怕皇军误会，要全面反攻，不敢主动开战。无论如何，先把长虎这批人控制起来，所有的疑问从他们身上找解答。野间将军，边马已被破获。这套编码的规律就是，永密咒字符的繁语发音，对应同声的德文字母。最近截获的一份，其内容是：命令已被您摧毁的第14区工作站，在战事发起时进行内应配合。易先生，真是耽误了大事。どうだ，易先生？丈夫他们已经把结论。我知道是重庆方面真的在部署战事，现在请你先把长虎他们几个扣下来，别让他们乱跑。何？前前后后都是重庆方面所布下的一个迷魂阵，长虎他们只是执行者，请你现在赶快把长虎他们几个扣下来，我会给你答案。站起来，把手举起来。看见没有？原地控制，连关都懒着关了。看来这是要马上宰了我们。你不是说王嫂答案跟咱对冲，还能多混出点时间吗？我们都不靠谱，行了吗？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从那个女的嘴里面一听到战时情报是假的，我马上就明白了，你们全是一伙的。你们不但联手安排了这个迷魂阵，甚至于不惜代价的把某一个地区的工作站都给牺牲了，目的只希望能够一真一假的混淆视听，让我们达不到正确的判断，让你们的战时部署能够争取到更长的时间，是不是？易先生，我真的很佩服您的想象力。昨天半夜你去看过那个女子，可是今天一早我就收到这么耸人听闻的答案，你都不觉得太做作了点吗？你这样指摘我们，有证据吗？其实你们的破绽早就暴露了。你也知道，我们在军统局里面也部署了一些潜伏的人。你、肖月、沈月红，从你们的编号来看，应该是挺有年资的啦。一个资深的特工，他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事迹流传在外，让晚辈们津津乐道的，不是吗？但是经过探查，没有一个人听过你们这几个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们是被遗弃了很久的人。那为什么你们几个被遗弃了很久的人，居然会突然间扮演一个被追杀者的姿态，在我们面前出现，要这个要那个？我这样讲够清楚吧？你说它又代表什么？我明白了，在给野间将军制造判断障碍的人，就是你。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了那份情报的真实性，而你却搬出这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对我们横加罪名。将军，你看到了吧？他易和伟就在为自己的错误找开脱。不是他在找开脱，而是你故意挑战的开始，向我挑唆掺和。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在此刻瞬间断出是非吗？李先生跟我并肩数年，彼此心知肚明。他的确在乎我的输赢，但绝不会用为所之举玷污自己的专业。再过几分钟，心脏就停跳了，也算是解脱了。说实在的，动量当碱注射过量已经算是痛苦比较小的死法了。那支强心剂啊，还是别打得好。你看看那个颜色，你就知道有多可怕了。易先生，吴司令在凌晨时撤走了驻军，要跟防线上的队伍会合。什么？我想回来通报的时候被他给逮了。他说要让大家看看是谁在真正的捍卫维新。哦，原来你们老戳吴司令的腰眼，就是为了让他要备受委屈之后，先挑起战事，从而致使日军军部不会产生全面反攻的误解。報告。
何事だ。前線部隊から急で和平軍五国遊部総統重慶軍突撃敢行。思わぬ激しい砲撃を受け第4、第7中隊援軍間に合わず五国遊部はやむを得ず撤退。包囲網に欠口が生じ敵46師団に突破されました。ちゃんと仲間を抑えておけ。日を改めて職撃や。将軍4中隊からです。敵46師団防衛線突破阻止できません。奴らは防衛線を突破してきた。草子参謀、正雄参謀、下を出せ。君たちは司令部に残り援軍の手配をし、軍部に状況を報告せよ。はい。酒井です。君は私と一緒に第4中隊を支援する。ありとあらゆる弾薬を持っている。何としても46師団に侵攻を止めねばならん。将軍、自ら前線に行かれるのは危険すぎます。止めてもだ。ためらい戦況を失えば死んでも天皇陛下にお詫びしきれるものではない。是战事打响了。随便随地。黙れ、喋るな。隔壁有柴油。你们输了。你说什么？第46师，再过不到8个小时就可以兵临长峡。你居然说我们输了？我跟你说过，我从来不关心日本人输还是赢，我只关心我跟你们之间的战争。只要我能证明你们是奸细，我就赢了。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吗？处在我这个位置的人，除了证明自己的优秀或者是能力，我还能干什么？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你觉得我奇怪，是因为你还没活明白。长湖，说白了，你我都是人家手中的棋子儿，只是有一样不同，我这个棋子儿他不听话，这谁都知道的。谁都知道义和伟这个东西，他我行我素，别理他。时间长了，就没人敢惹这个东西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谁也不知道，你还能活几天。止まれ！止まれ！動くな！動くんじゃない！あ？
妨害している。推進所に行って襲撃に備えろ。はい。大概是日本仓库里那点破柴油不够烧的吧。我很佩服您的镇定，易先生。其实你心里比我应该还要明白，你们的主子这次排出来的迷魂阵，他不仅仅是想要把我跟野间给搞头晕了就算了，他是进退两可。他进有功，他退无过。而你们的命呢？一颗棋子的命，从来不在考虑之内。大局已定，你现在就剩下挑拨的份了，对吗？好，那你告诉我，王嫂提出来的情报为什么跟你们对冲，有什么好处？伊贺伟，我告诉你。我们和你，以及你的主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国家的忠诚。是对国家，还是对你们的主子？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判断没错。内应战士的人，就是我们。漂亮，恭喜！外头那几位同志看起来都很骁勇，所以说失败的人是你，他们才是最优秀的。怎么样，也想出去参与是吗？那得看你会不会打死。你太小看我了，我早把子弹卸掉了。
我把后面楼梯炸了。快！敌人的火力太猛了，还有最后2个，跟他们拼了！拼了！快上车！他们来了，走走。 快走！誰かが押さえていて開けられません。何？ぶち上げろ！全員どけ！車でぶち上げろ！もう一回やれ！傻丫，对不住了。大大们会对你好。师座，现在只是我们在开炮，估计鬼子弹药不多了。这样的话，他们应该会很快后撤回城。鬼子后撤回城，除了战术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八成他们的战区指挥所已经被人闹翻天了。您是说，城里有咱们内应？什么人？不知道，我只认识其中2个，一男一女。师座，依我看，鬼子拒敌乏力，咱们应该一路猛追，攻进城去。对鬼子的战区指挥所，我们只是佯攻；兄弟部队也只是暂时阻隔鬼子的各路回援。他们分散出去扫荡的兵力，早晚会聚集，拿下县城，我们也守不住。马团长，吃掉防线上的 U 型缺口，我军就已经胜了。
这跟着都躲出去，这八下镇从此就会成为共产党的活动区，这将是永久的麻烦呐。到这份上还能怎么办？都是龙九这个笨蛋，应该拉枪头。哎，一个实习生，马失前蹄也在所难免嘛。你是不是想干掉这帮武工队员？当初八下原住民回来，不也安置的挺顺当的吗？哎，想啥呢？动起手来，谁去挡孩子们的眼睛？八下镇的孩子，终归是要长大的。应该是开战了，那就更不能跟共产党挂关系了。都按下传讯，都带上一些个不被起疑的家伙事儿，啊，去吧。姐，周边有交战，市区之外辨不清情况。这炮声密集，游击队没有这样的火力，多半是日军遇到了什么，在疯狂的轰击。情况紧急，立刻带着群众们撤离。那他们怎么办？一起带走，等联络上党支部以后，交给他们处置。龙九很危险，一家的地主也不好说。我担心带上他们，路上会出什么意外的。在这里处决和留在这里，这没马回得来吗？赶紧去！全体集合，准备撤退。乡亲们，听这炮声啊，鬼子已经离我们很近了，所以大伙儿只能随我们一起离开，从后山走，到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起来。等鬼子扫荡结束了，我们再安排大家回来。我说江队长啊，这什么时候他才算安全呢？对啊，届时党组织会在各地开展工作，进行秘密协调。共产党现在都开始跟鬼子协调了。不是跟鬼子协调啊，是找人跟各辖署进行协调。请大家放心，共产党的威信足以震慑那些贪生怕死之徒，不敢造次。你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吗？就是啊，这万一路上出点什么问题，怎么办啊？谁能保证啊？朱铁四儿。你什么态度呀？我抄你个混蛋！去你奶奶！哎，我打你啊！吃你奶奶！都不要冲动了。我知道大家在担心什么，大家担心汉奸狗腿子在路上搞破坏，所以大伙儿没法踏实上路，对不对？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你们一拥而上乱棍相加，这并不理智。有破坏行为的只是龙九，而龙家的其他人，你们也说过，并没有太多恶迹，所以应该区别对待，不能跟龙九一样处置，好吧？
我本来想啊，让组织上来决定怎么处置龙九。但既然汉奸狗腿子让大家这么担忧和愤慨，那就立刻处决了吧。乡亲们，有这样的震慑，龙家这些地主分子们应该是会夹着尾巴做人了。找个逼人的地方处决龙九，尸体装车一并带走。这是要冤死我呀！这要。姐，有队国民党来镇上了。国民党？对，国民党。来。6。看样子，你们这是要出去躲避扫荡吧？你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栾山武工队的，正准备带领群众们撤离呢。不用了，今早我军已经突破防线，全面进行反攻。各扫荡区的日军已被全线击退。坝下镇在内的整个防区，原本是防线上的一个缺口，而现在，只要不出意外，这里将不再是日军的占领区。刚才密集的炮火是你们的？你们这里谁是公务人员？我是。我是龙九，负责警务。镇长有事外出了。我之所以第一时间来到这里，是奉了上级的命令，那就是让坝下等几个属镇迅速的恢复秩序。所以，原来镇上公务人员改换门庭，职责照旧。是。哎，这个汉奸狗腿子可是有极大名分的。我对此也非常不满，但这是上级命令，必须执行。国民党都是一丘之貉，说话小心点。你知道他？希望你们珍惜胜利果实。江红英，告辞。走。赶紧收拾点东西，赶紧跑！一大群冲咱们家冲过来了啊！是嚷嚷说要惩治汉奸啊！赶紧收拾，拿点值钱的啊！走！哎呀，你说这么赶了，这什么都没准备好。快走！没等那可什么没那？你说值钱的，哎呀，我的鼻烟火！哎呀，哎，你这不少人呐！这个赶紧！鼻烟火那可有钱的那个。哎呀妈呀，真救命啊！看看你，走吧。哎呀，这赶赶忙忙的。为民除害，为民除害，惩除汉奸，惩除汉奸。围事会了吗？废什么话？白家可是大户，满宅子都是值钱东西，啊！惩除汉奸，惩除汉奸，为民除害，为民除害。我想，我有必要亲自向各位传达捷报。这次战役，日军伤亡，包括3名高级军官在内，共计2000余人，从而被迫让出了这片 U 型区域，后撤兵力，据守铁路沿线。通过这次战役，
我军巩固了华中防线，为日后全面反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一胜利，各位亦是功不可没。由于各种复杂因素，我军采取的是险中求胜之策，虚虚实实，错综复杂，而各位在种种疑险吊诡的情形之下，却能够细致地研究上峰的意图，这足显素质之优异，信念之忠诚。在此，你说完了吗？什么？船在哪儿？我们累了。等一下，我带你们去。王嫂，对于老王的牺牲，我深表遗憾。我知道，即便是任务夫妻，多年以来的相濡以沫，也足以培植出难舍之情感。由于你们身份的特殊，我无法呈报军委予以复削，故此，以我个人的名义，料赠300大洋，以表哀悼之情。王嫂，不要紧吧，余中。给我走开你！此刻，李从文已心生疑问：坝下镇人背负着重大使命，而重庆方却对这些宣誓过效忠的人态度犹疑。这是一种恐惧，但恐惧仅是因为这次迫不得已的逼宫吗？你给我走开！我会回去安抚好他们。哎，你看妈妈来了！何大爷，哎呀，想小妞了吧？哎呦，想死我！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爸今可比以前精神多了。说啥事儿了？那个锅呀，碎三扣，这么点事儿都办不了，我扣你工去。这别介，我扣你工去。想爸爸了没有？骑大马。哈哈哈！哎呀，骑大马了！哎呀，妈，爸爸看着我的小妞呢。雨香，你终于回来了。我告诉你，我没给你丢人。你怎么了？挨过款，受过伤，但是我都从容淡定的挺过来了。伯九，你想撒娇就撒，你别装。我娶你！哎，来，过来。哎，王嫂，王嫂，咋没叫你家男人呢？你连自家男人都看不住了。妈妈，妈妈。傻丫儿，别找了。爸爸藏在妈妈的身子里，你看不见的。以后，爸爸就是妈妈，妈妈就是爸爸。走，咱们回家。爸爸妈妈给傻丫儿做好吃的。
上峰的计划设置得非常精密，使我们在一开始有些轻敌了，以至于发生了老王这样的事情。好在随后我们便调整了心态。肖掌柜，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个政客了啊！长火，咱有必要把错误往自己身上揽吗？哎，这老王的牺牲啊，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事儿都过去了，长火。日后我们大家对王嫂还有傻丫多照顾一些啊。我们接下来任务是什么？没有新任务，继续在坝下镇生活。还是生活？现在已经是过去了。如果生活是为了抵抗潜伏，现在就应该结束了。除非军委认定鬼子还会打回来。哎，不排除这一可能性啊。所以上峰，你这是顺着我的逻辑在编撰呢。你没必要对自己的同志使用预审技巧。我只是想知道，生活这个任务到底是为了什么？金先生，实施行动而不过问行动，这是特勤的基本原则。哎，各位，现在坝下镇都是国统区了，我们的任务只能变得更加的简单。哎，你们说，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我们过了这么多年，还有什么事情我们应对不了的？事实上，生活一直在给大家创造乐趣，让我们品尝难得的幸福。哎，就这么生活下去，不好吗？不好吗？有什么不好的？李从文，啊，我希望萧月说的没有错，这里都是自己的同志。紧不紧？不紧。硌不硌呀？不硌。不硌。哎。爸爸，为啥武工队的阿姨说龙九叔叔是汉奸呀？啊，那是因为龙九叔叔以前那身衣服不好，现在换了，就不会被人误会了啊。可是，什么是汉奸呀？小北怎么还不睡觉？你们不也没睡吗？我再玩一会儿。啊，好，哎，咱再玩会儿啊，再玩会儿。从小妈妈怎么告诉你的？男孩子要有自律性。睡觉了。不睡吗？不睡。不睡。听妈妈话，睡觉。明天好好陪你玩啊。哎，真乖。生活嘛，就是这样的哈。可我担心啊，我们会越来越把梦境当成现实。心里有数就行了。那天我骗你的，我没有烧掉它。但是你没有发火，我很满足。但现在有一些后悔，我怕它总是会提醒你。最终我们还得回到真实的世界。这温大夫的金疮药啊，还算是靠谱的。疼啊？那倒没事。雨香，那个吴司令没怎么着你吧？龙九，你有病吧？分不清那是任务需要啊。没事，
他是个学员，难免的。不是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回来之前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不是，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个生瓜蛋子，难免会觉得不公平吧？不是，你听我说。那什么，我们结婚吧。你跟前任镇长是为了做掉他，跟吴司令是为了降服，只有跟我没别的目的，纯为感情。生活这个任务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不允许我们思考的。那干脆我们就傻一点，吃一点，就当是真的生活了。可要是真的生活，你干嘛找一个寡妇呀？我天生就喜欢寡妇，怎么着吧？好啊，那我就当回真妈，提个条件，结婚可以，但得倒插门。这也太狠了吧！你可真逗，你们要生活，我不要啊。女香嫁过去，你们龙家就10口人了，我这儿孤孤零零一半老徐娘，凭啥呀？哎，既然把生活当真了过，我也不能亏着自己。不是那，可是倒插门，生了孩子得姓梅呀。别想太远啊！但愿你们有了孩子的时候，生活这个任务还在继续。起开！你们这趟啊，他就肯定没成功，是不是？废什么话呀？长官怎么说你就怎么听着。我这不就随便问问吗？不是，你说你一个打铁的，穿这么套睡衣，你不觉得别扭吗？不是，我呀是靠他时刻提醒着我呀，我就不是现实中这个人。啊？咋了？你觉得你在现实里，啊？如果生活是现实，那么我现在应该宰了萧月，带上小北和月红浪迹天涯，但是我不能，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因为萧月不是酒坊老板，他是我们的长官，记住了吗？记住了。把这收拾了。旧铁丝，我旧铁丝。唉，生活这个任务到底还能持续多久啊？你们呐，这叫作，知道吗？如果一切事情都没发生，你们还会琢磨这个问题吗？我们呐，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挑起战事，变沦陷区为国统区，是因为灭了叶县中队藏不住。灭叶县中队，是因为绝杀了齐源分队。绝杀齐源分队又是为什么呢？哼，老大不说，我们都心照不宣。
傻样儿，捡了个玉扳指。这意味着什么？哎，再这么琢磨可就危险了啊！实行任务而不过问行动，这个基本原则，一是保证任务的单纯性，二是能保证我们单纯的生活下去啊。这道理还用我说呀？啊！爹，就这么着吧。你们几个在房里都赊了油，趁着都在，赶紧把账结了，别老让我等着了。你这个呀，煞风景啊！嘿，龙父，我们家的油方圆百里，那得是先给钱才能订呢。你们说要就要，还能赊账，够给面子了。你欠了我们家2桶油，秦先生，你也欠了1瓶。你可真会生活呀！哎，那当然了，任务是生活呀，咱就好好生活，踏踏实实的。哎，你们各位还别不信啊，我呀现在就什么都不想，就一心想让崇文当小妞的爹。哎，这叫天伦之乐！哎，来，爹，来，别老拿我逗闷子。你真的不愿意啊？啊！结账。起这么早啊？进屋。进屋。进屋。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哎呦，何有贞呐，何有贞！坝下镇平均每个人都经过42道审查呀，我祖宗8辈都查了个底儿掉啊！你说我是不是共产党啊？啊？不对。那你当初为什么救江红英的命？江红英现在是抗日啊，只要打日本鬼子。我不管是姓国还是姓共，我都要救的。不行，以后姓共的不允许。我告诉你，何有贞，你别看我平时老疼你们娘俩，你就蹬鼻子上脸啊！我好歹我也是你长官啊！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你疼我吗？当然疼。还有妞妞，你们2个我都疼。那就行。我说，你赶紧从我身上下去吧，要不然你又来我占你便宜了，啊！你躲什么？我没躲。李从文，刚才是我不好，可这也不能赖我。我这心里头有疑问，憋了很久，总得把事搞清晰了，对不对？对。你现在把事儿搞清楚了吗？我之所以希望你是清晰的，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应该再有秘密。我以前不是答应过你吗？只要我们活着，我就让你做小妞的爹。啊，是，你的确是这么说的啊。哎，不对呀，你不是跟我说过，千万不要把这个事儿当真吗？啊？
我说过吗？哎，你这是想反悔呀？不，我没想反悔啊！没想反悔，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你说的。李从文，我是怕你心里面有疙瘩，我才把最隐秘的事情告诉你了。你现在跟我来这手，你是不是男人？我不是。你不是就对了。哎呦，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还真把自己当个宝了。你现在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这装孙子，谁能有我更像啊？我有一个梦想，把那些电影明星啊全部娶到家里来，用他们赚的钱大把大把的钱，给你和傻丫花，把你们俩养的是白白胖胖的，我这一带出去，多牛啊！太有面子了。死鬼，讨厌，做什么春秋梦？那电影明星能让你娶了去？小伟，给我站住！都给我坐下！坐下！这是对敌人。温大夫。啊。坐下。哦。我对爱情一点经验都没有，让你们给我出个主意，就这么难呀？投出一把来了，还没经验。龙九，我要听有用的，再给我说废话，割喉。我现在提问，你们回答。这阵子，从文见了我就躲，我到底哪儿做错了？有珍姐，你就是个蠢货，你知道吗？啊？忠言逆耳嘛，你干啥呀？有珍，刚才小五子对你的评价不过分的。你说你是有病啊？没错，你来霸下镇之前，你的代号叫蜘蛛，可进了霸下镇以后就不是了呀。你呀，应该对他表达温柔。不看你这样，让你温柔也挺难的。我就觉得，两个人要真在一起了，就不应该有秘密。我说的不对吗？对。妹妹呀，咱这号人要把秘密都倒出来，连说1年都说不完呢。还真是啊。温大夫，从文他也是干这行的，连这点心理素质都没有吗？要行动啊，是这素质；可要上床啊，就不是这素质了。OK？ 你学学人家梅寡妇，多有手腕啊！掐准了男人的保护欲，装傻充愣扮无助的，勾搭那个吴司令，扑心扑肝的给人当亲人。你能不说这事儿了吗？没事，雨佳，我分得清。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要想让一个男人爱你啊，你就不能强，只能弱。可不用强的，我都解不了疑惑呀。什么疑惑呀？也没什么，可能是我太在乎，想太多了。尤正啊，你看，梅寡妇这样是不是很柔弱呀？多招人男人疼啊，多招男人黏啊。真是。对嘛，怜香惜玉，怜香惜玉，不让男人怜，又怎么让男人稀罕呢？月华，你这是乱解成语。我这是打比方。可我现在已经这样了，我再装还有用吗？
是尤真的，其实根据崇文的种种表现，他还是很愿意做小妞他爹的，只是被你这一下，嘿，他受惊了。看来要解决他这个心理问题啊，必须要有外力的刺激才是个最好的方法。对，外力刺激。对，外力刺激。给他上刑。你们敢？于主任，局组让我明天过去述职。我下定决心了，清除坝下镇所有的特勤，全部换人，因为他们已经不在忠诚。这是申请报告，请您看一下。你现在适应我了？您是前辈，毕竟经验丰富嘛。撕了他吧。什么？他们若不在忠诚，我早就没命了。昨天晚上，我看着我这只断手，想了很久很久，是什么让我如此的冷漠，玩弄他们的性命，去承担本应该由我承担的责任？是恐惧。位置越高，敌人就越多。每走一步，如履薄冰。敢去相信的人，却是越来越少啊。是恐惧，无时无刻的恐惧啊。撕了他吧。错的人是我。他们虽然是棋子，但是他们不容忽略。他们有血有肉。佑天哥，施兰，于主任，施兰回来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刚回来，安排在疾控中心了。是我求的干爹。贵州那边的气候，我真的适应不了。回来就好。能回来真好。哎，你看，佑天哥还是那个样子，一点都没变。不，他变了，我也变了。施兰呐，贵州那边很苦吧？我只是找个借口回到你身边而已。我怕你朋友越来越少，会觉得孤单。你不能不理解我，你这样对我太不公平了。我不管什么公平不公平，我是个男人，我接受不了这个。可是我爱你啊！别再跟我提爱这个字，咱们之间完了，也甭再跟我提结婚这种事情。龙角，你个混蛋，说出这种话的还是男人吗？啥就不是男人啊？啥就不是男人啊？人家梅寡妇倒好几手了，凭啥让他一毛头小伙给接手了？你有点太过分了啊！龙九，我跟吴司令，那又不是真的。我保证，我以后对你从一而终，还不行吗？不行，我又不是肖掌柜，我接受不了这个。嘿，你这个小混蛋，老子不让你，你还打我，说啥？哎呀，不行，打死我！哎，别打了！住手！不能打了！
哎呦，疼死我了，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太不像话了啊！光天化日，几个女人打一个男人，这是什么影响啊？啊！他不是人，我怎么不是人了？婚姻是两厢情愿的事儿，哪有强来的呀？哎，我说龙九啊，你跟梅寡妇不是挺好的吗？怎么人家一出去你就想啊盼呐，回来了之后你怎么就翻脸了？温大夫，你不嫌无聊啊？哪有事儿你往哪凑热闹？龙九，你耍什么态度？梅寡妇为了任务付出那么多，到你这儿来你反倒嫌弃了，你还有良心吗？我问你你还有良心吗？还有良心吗？你还有良心吗？哎，龙九，都谈婚论嫁了，因为一个吴司令的事情就翻脸，我想想真不该帮你。龙九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虽然是个新学员，但是执行任务这个事儿，你还是能分得清的嘛。他不是分不清，他是不愿意接受。这有什么接受不了的呢？你想啊，梅寡妇倒了多少手了？他娶了他的表兄就一大堆，他愿意啊？温老头，我是叫你来合事的，不是叫你来挑事儿的。这事没轮到你身上，所以你不疼不痒的。人家龙九再猥琐，他也是个男人呢。这是混账话吧？啊，他不仅是一个男人，他还是一个有专业素质的人。啊，我也不是要抛弃他，我就是有点……就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如果你是个爷们儿的话，你就把他娶了，好好呵护呵护他。瞧他那个道貌岸然的样子，你还懂了是不是？你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两面派，有一腿就得娶啊！你跟何猷珍有一腿，你怎么不娶的？你不是也得嫌弃他的过去吗？温老头，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我跟李从文有一腿吗？有这么一腿吗？哎，猷珍啊，一会儿再说这一腿的事情。好你个温老头啊！啊！我当面一套，背面一套啊！我今天就让你看一看，我李从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龙九，到今儿个你要是把梅寡妇给娶了，明儿个我就把何猷珍娶了，你信不信？好，我作证。哎，看来啊。这个解决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树立榜样啊！原来你就是为了树立榜样啊！看来你的话是有水分的。啊不，猷珍没有啊，我这是情到极处，自然流露。那你为什么见了我就躲呀？我，没有啊，我没有躲你啊，我忙啊，猷珍。你不知道啊，我最近有多忙，对不对？你看，以前的公文呢，我要整理，然后我还要交审；现在新的政令还有管理条文，我得背呀。我光背不行，我还得要理解。我要不理解，我怎么给你们讲啊？行了，别找借口了。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是怎么想的？你要是不愿意，没必要坚持。反正龙九和梅寡妇都已经和好了。不，猷珍。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口是心非的话，你拿你那个小刀割我的喉啊！你真的不嫌弃我身上有血腥味儿？什么味儿？血腥味儿？没有啊，这分明是女人身上的一种体香。是吗？啊不，是花露水，花露水。月红身上也有这个味儿。月红的你也闻过？不，我没闻过，我没闻过呀。常虎跟我说的。行了吧你？那个我知道你对这个事情有一些迫切，可是我跟龙九他不一样啊，我是长官啊，像你我结婚这种事情，必须得跟组织上汇报。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件事情得抓紧时间办呐，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现在马上就给上峰发密电啊。没事儿，我可以等。有句成语叫“须臾尾蛇”，知道怎么解吗？这也能难倒我？须臾尾蛇就是装孙子嘛。答得好。他不是说我。我知道。一开始大家还担心他，后来才发现他疯了，到快乐了。小伟，小伟，叫爹，叫爹，叫爹，来。你让我儿子叫你什么？欠揍了吧你！小北京喝吐了也不会管你叫爹。难道叫的是我？这孩子怎么喝上酒了你？破嘴！你说你是不是破嘴？起，你别动啊！王嫂，你看着点儿，别让傻爷又吃撑了。我闺女天生橡皮肚，吃不撑。老王，你老婆惯着孩子，你就别帮了。我们家老王啊，早就说了，我们家傻丫天生就有福气，吃了玩，玩了睡。今儿的事儿明儿就忘了，永远不烦心。王嫂，我怎么越看越觉得你是在装疯呢？这装孙子，谁能比得过我们俩呀？哎，你们俩得喝交杯酒，喝交杯酒。不行不行不行，不是，三杯。喝就喝，喝。你给我消个点儿。你到底嫁过人没有？来了呀，被关东军给炸死了。哦，嘿，咱们的经历这么相似啊！干脆咱们就搭伙过吧。你老秀给让你勾引我姥姥，我打死你！哎，你这个小屁孩，你这个小屁孩，又喝我呢！小五，别捣乱啊！打死他！你孩子。